有一个美容院的老板啊，他生意非常成功。他告诉作者他的秘诀就是过了几年之后，他遇到作者啊，他说我的收入已经是15万美元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《潜富》，成为真正富人的潜意识关键。你决定自己是真富还是真穷。无论你想什么，相信什么，潜意识都会创造一种有效的实现路径。这个作者叫做 Joseph Murphy， 出生在1898年，一直到1981年的一个灵性导师。他一生都在教学这个潜意识的力量，比较新时代的灵性概念。他有写过很多书，有一本书就是潜意识的力量，非常有名。这本书就是针对要变有钱的潜意识的关键。那我一看到就觉得蛮喜欢的，而且那时候也是因为吸引力法则吧，我买了很多本这种蓝色书皮、金色字的书。我们今天就要讲这本书里面的几个重点，还有里面有好多成功故事哦，今天要分享一些。首先呢，我们现在在潜意识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限制性的信念和负面的信念。我们小时候一生下来啊，其实像一张纯洁的白纸，可是呢，可能父母的教育啊，或者是学校教育啊，还有一些周围的人，他会开始灌输我们一些观念。可能你小时候看到玩具想买的时候，你妈妈就会说我们没钱买那个东西啦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或是看到爸妈在为钱吵架，然后你心里就会有些阴影，觉得说家里没钱，担心了这样子。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啊，她小时候常常跟妈妈要零用钱，可是妈妈都会说我没钱啦，你去找你爸啦。每次都这样子哦。久了就在她潜意识烙下一个很深的阴影，那个阴影就是女人没有钱，只有男人有钱。所以后来这个小女孩长大结婚之后，她就常常去跟老公要钱，得到的零用钱就全部花光光。因为她潜意识里面的观念就是女人不会有钱，连存钱都没有，就是连私房钱都没有，一有零用钱就马上花光光，然后没钱的时候就去找老公要。这就是从小潜意识被灌输了一些错误的观念。要改变潜意识呢，我们真的需要努力，要持续的去把这些原本的东西移除掉。作者他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肯定句的力量，他常常都会写一段肯定句给他的学生，让他学生每天念，然后就可以真的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。就例如说有一个销售员，他感觉是蛮有能力的，可是他每年的业绩都很烂，他老板是看不下去了，就把他带来给作者看一下。他跟作者聊一聊啊，他就说从小我爸爸就离开我，我家里非常的穷，我的继父呢又常常跟我说你就是个穷光蛋，你一生都不会有出息的，你是注定要失败的。继父常常这样讲话，就是很难听，在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阴影，而且那个负面信念就像一道高墙一样，导致他现在长大之后还是没办法发挥他的潜力，所以他业务成绩就很烂。作者就写了一段肯定句给他，叫他一天一定要念2遍。我注定会成功，我是为了胜利而生的，无限的力量就在我之内，他绝对会成功。无限的智慧会用各种的方式指引着我，神圣的财富也会开开心心的一直的流向我。我的财务每天都在成长，我是为了成功而生的。这个年轻人就真的很认真，每天念2遍这肯定句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遇到作者啊，他说我的收入已经是15万美元了，是去年的5倍哦。我的生活充满了很多好事情，我每天都非常的感谢。这个年轻人利用了肯定句的力量，完全的反转人生啊！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，就算小时候啊，你有接收到什么负面的信念，长大之后还是有机会把它推倒的。他有好几个学生都跑来跟他求救，那些学生就是做比较一般的工作，但是都比他们同才更穷，他不知道为什么。作者跟他们聊一聊啊，就发现那些学生就会一直说金钱是万恶之源啊，有钱人都很邪恶啊，贫穷才是美德啊。觉得上帝喜欢的是穷人，所以贫穷才是美德。作者就说啊，这完全就是对有钱人的误解。如果你不喜欢钱，就不可能会有钱；如果你不喜欢有钱人，也不可能会变成有钱人。你要想啊，我们出生下来，我们就是需要吃饭嘛，就是需要有个地方住，需要有衣服穿嘛，所以需要有钱是非常正常的。就像是我们需要喝水、需要空气、需要阳光一样才能活下去，我们也需要钱才能生存啊。所以怎么会说钱是邪恶的呢？所以这完全就是对钱的错误概念。必须要先改变对于钱跟有钱人的概念，才有办法真正拥有财富。他就写了一段肯定句给这些学生：钱是一个神圣的物质，钱一直都在我生命中流动，
我很明智的、有建设性的把钱用在正确的地方，而钱也会很开心的流向我。金钱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些学生就每天回去念这个肯定句，就慢慢的改善了他们对钱的刻板印象，还有对有钱人的刻板印象。结果很快收入就变成原本的2倍了，生活也过得比较好了。所以真的很重要，我们可能从小都会被灌输一些那种不太对的信念，那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把这些信念排除哦。再来我们要讲的是祝福你的客人。我们很多行业啊都是会面对很多客人的，客人越多我们就赚得越多钱，那我们要非常尊重我们的客人，祝福他们，当然也要感谢客人。有一个美容院的老板啊，他生意非常成功，他告诉作者他的秘诀就是早上开店之前，他都会闭上眼睛静静的冥想一段话，无限的智慧指引着我，让我成功，无限的力量会穿透我的整间店，流向我所有的客人，每一个来我店里的客人都会得到祝福、疗愈和鼓励。我感谢我的客人，也给他们无限的祝福。他说他每天早上开店之前都会念一段，晚上关店的时候也会特别感谢他所有的客人。他说这样子做3个月之后啊，店里的客人多到忙不过来了，还要聘请3个美发师来帮忙，带来很多很多的财富，给他意想不到的成功。作者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能有那种黑心商人的心态，就想说又来了一群盘子，哈哈哈，他们就是待宰羔羊。千万不能这样想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卖黑心商品给客人，如果你对客人是有欺骗的态度的话，全部的欺骗都会回到你的身上，你也会被别人骗。所以千万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客人，感谢他们，把他们当作是财神爷。再来有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你创造你的实相，所以你现在的情况也是你之前创造出来的，不要责怪外界，没有人帮你创造你的实相，是你自己创造的。而且你的财富其实跟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部都是跟你的心智有关。就算你现在过得不好，你只要扛起这个责任，就可以扭转现况哦。作者说啊，他有个朋友是做建筑方面的工作，可是很有趣的是哦，就算外面一般的建筑业不景气的时候，他那个朋友还是可以接到很多很多订单，忙都忙不过来。他朋友就说啊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念肯定句，我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景气很棒的世界，所以外面有人景气不好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我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景气很好的世界，所以我们订单接都接不完啊。还有一个人啊，写信给作者说，多年前啊，为了淘金，我搬到阿拉斯加去，因为那时候阿拉斯加有一个淘金热潮吧。他说我搬到阿拉斯加就是为了淘金，可是我没有淘到半点金，我现在过得很惨，这里的物价又很高，还遇到诈骗，连我的婚姻都快不行了，而且还遇到很烂的法官，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啊，不公正啊，我是不是该搬离开这里呢？作者就回信给他说，你一定可以改变你的现况，就算你的环境看起来就像是悲惨世界啊，你还是可以扭转它的。就附上了一段肯定句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圣所在的地方，在我之内有无限的智慧，它会指引我该怎么走，为我打开生命的宝藏。我感谢我的直觉会告诉我该怎么做。这个朋友也是很认真，每天都念肯定句2、3遍。结果后来啊，真的事情大反转。他说我的妻子跟我和解了，我的婚姻恢复幸福了，我开始觉得这个地方好美哦。我买了一台相机，我开始拍摄阿拉斯加的风光，我还去加拿大旅行，我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，出版了这个小说还发了点小财呢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如果你觉得是环境害了你， No No No， 不是哦。你只要改变你的心态，改变你的想法，一切都会好转的。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自我形象。自我形象就是你怎么看自己的，你对你自己的定义是怎么样，就会反射在你的外界实相。我最近看到一个影片啊，就是 Aaron， 他是一个100万订阅 YouTuber， 他还是在讲灵性的东西。他说啊，在他当 YouTuber 之前，他是一个卖女鞋的销售员。那一开始他是一个很普通的销售员，他们公司有13个销售员好了，他每次的评比都是在中间第7名或第8名的位置，都不是最前面也不是最后面，就一定在中间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发现说，我的自我形象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销售员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平均的销售员，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变成顶尖的销售员啊。例如说我看到客人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会买我就去招待他，那个人不买我就不理他，就有点挑客人。
然后如果客人说要看这双鞋，我就只拿这双鞋，没有拿其他2、3双给他选。Aaron 就发现他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，于是他就要改变这个自我形象。我如果现在要当顶尖的销售员，我会怎么做嘞？我会怎么想嘞？那就是我看到客人的时候，每一个客人都招待他，因为每一个客人都有机会买嘛。如果客人要看这双鞋，我就多拿几他2、3双鞋差不多的款式让他挑选，而且鞋子还会包的比较仔细，包的比较好。这些改变都是从自我形象改变开始的。他就开始做这些举动之后，很快他就变成顶尖的销售员了。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远离负面的朋友。其实有些朋友聚在一起都是在讲一些抱怨的事情，还有比谁过得比较惨。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说，哎呦，我的老板好机车哦，每天都要加班到9点，还不给我放假，好机车哦。还好吧，我比你更惨吧，我今年都没拿到 bonus 你们这样哪有我惨啊？我老公没赚什么钱就算了，我婆婆还叫我生男的，我的命比较苦吧。你身边有人这样子吗？很喜欢比谁过得比较惨。记得一定要远离这些人，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要加入这样子的话题，不然我们正面肯定句就会被 cancel 掉了。肯定句可以帮助你把你隐藏的力量发挥出来哦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天赋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其实发挥出来的比例非常非常少，大部分的天赋都被我们的限制性信念给盖住了，变得我们都没办法发挥自己的潜力。这边有个故事是说，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妇人，有好几个礼拜她在睡前都会讲一段肯定句。她会说，宇宙啊，请给我一个全新的点子，让这个点子可以对人类非常有帮助，让我可以完完整整的看见这个点子吧。过了几个礼拜之后，真的有一个 idea 就这样从天而降跑到他头脑里面，他就完完整整的看到那个一个新发明的一个模型。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工程师，他就跟他儿子讲那个发明大概是长怎样，他儿子就把这个工程图画出来之后，就发明了这个东西，取得了专利。后来就有一些大企业就花了好几万美元把这个专利买下来。所以你看，他80多岁都还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取得一些新的点子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哦。这本书里面大概还有好几百个成功故事，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信心。我已经把这些肯定句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法来写，然后录成了这个财富肯定句的影片，10分钟改写潜意识，可以听听看哦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